在一开始就是看到这个证件的时候，我第一个感觉就是我想要去一个跟都市完全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就很幸运就我投了，然后就上了。只是我在真的正式11月来这边之前，有来这边场勘3天2夜吧，然后那个时候开始就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对我觉得这个地方对我来说是非常的陌生，而且这个陌生我觉得不单纯它因为跟都市的差异而已，还有一个陌生是我是整个在这边是不知道要干什么，然后我对这边的所谓他们很丰硕的部分，可能是大自然啊，可能是人啊，或是族群啊融合这类的，但是我一开始也对这个其实没什么兴趣，就是我会觉得好，我应该要去做一些我该做的事，但又觉得那个好像就是没有什么劲吧，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就开始就花很多时间在想我到底要做什么，然后就到处骑车去晃这样子，然后到最后我就发现当然就是有做一点功课，然后觉得我觉得尤其像是受封治学这一代对我来说比较感兴趣的，其实还是来自可能在历史上的演变的一些问题，加上我自己就是一个外来的人，那就觉得自己好像这整个状态蛮格格不入的，所以我就干脆我就是延续我可能之前做的一些我自己也觉得挺尴尬的作品，然后去记录这些我所有的素材啊，像我这一次主要的有2件，然后有一个它是一个录像，然后这个录像里面我记录多非常多，我把一些物件把它视为一种外来物，可是这个东西它是外来物还是原本就在这边的，这件事情当然是不一定，可是可能我在选用的拍摄的场景可能是一些比如说一个很广阔的一个田里面，然后这个田里面是绿色的嘛，那我就挑一个有互补色的东西，然后它看起来就会有一点视觉上的冲突感。然后另外一种是我自己觉得它突兀它就突兀，然后这种东西再放到我拍了这么多影片里面，它自然而然就会是一个我们被观看的对象。然后还有一种是我以前有一些系列的作品是有点像是看图说故事，也就是我会用非常 local 的方式拿着相机，然后其实只是我的手机而已，然后我就是会到处拍，到处讲话。重点是这个讲话的这个声音，我刻意让自己变得不是那么的协调，而这个不协调对我来说是一个还蛮重要的东西，因为我觉得那个可以传达一种平常我们一般人无法传达的一种情绪的状态，而这个东西，当我自己是一个外来者的时候，那个状态，我觉得是在这边反而是有一个蛮有趣的东西。而我在自学这个附近，我最后爬出一些这边发展的脉络，我觉得我比较有兴趣的是吴泉那个社区，因为吴泉早期在这边在开垦的时候，遇到了一些难题。有一次我就晃到那个吴泉的纪念碑前面，就是他日本人建的一个碑。好，然后这里面我当中里面也看到一个，我觉得针对我这一次在讨论 inside 或 outside 这件事情的时候，感受到就是它里面的碑上面就有提到番海，而这个番海，而且还在这个碑上的正中间，我就觉得蛮有趣，就是说，我们在讨论土地，我们在讨论所有权，我们在讨论历史，我们在讨论外来或是主流。我个人认为
这个碑本身对原住民的感受是什么？这个是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因为我的影片的录像的对象呢，我拍摄的那些我撞击的对象，其实是我把它视为一种 outsider， 但是很多东西它是不是 outsider 其实不是很重要，重点是它是怎么被发展，然后被遗留下来，或是这个地方需不需要这个东西。很明显就是我认为翻在现在我们讲翻，它有问题，但这个问题本身也无法在这个碑上面跟这整个社区面对这个东西的状况，显然是我个人觉得是反而就是非常的值得我们去思考说谁是里谁是外这件事情。对，另外一件作品是，就是我以往有一系列的这种跟摩尔纹相关的这种，很像光学这种系列的装置。然后这一次我之前就有一个想法是，我想要投射一个很简单的物件，然后用一种很绘画的方式把它记录下来。当我像这件作品，我一开始是不知道要怎么做的，因为我认为，就是因为以前我做的东西比较极简啊，就是在空间里面可能跟建筑物跟空间比较有关。可是这一次我就希望是一些，它可以融在我在进驻在这边这段时间所吸收的东西，所以有时候晚上我就是骑车，然后会有车灯就可以去逛这附近的田，我就觉得有一个画面是我很喜欢的，就是有一些东西是你平时你白天你没有感觉到，可是你晚上你不一定感觉到，可是什么时候感觉到？就是你有灯的时候，也就是我那个摩托车的那个车灯啊，它可以让一个地方被 spotlight， 但是这个东西它我在很晚的时候，甚至是有些没有路灯的时候才看得到。然后当下它那个状态，我就知道，这个好像是可以，这个画面把它转化一下是可以拿。所以我最后晚上我就去拾荒，我就去捡这些可能就是除了芭蕉叶以外，可能会捡一些树枝啊，然后我就可能搭一个景，然后这个景本身，我不觉得它可能就是我特别要指涉什么事情，但是我觉得我想要呈现的就是一种景观，就像写生一样。然后我自己的光色的投射的那个光本身，其实就是我自己画了一个很抽象的一个图形，然后再投射在这些我可能像有点像摆放像装置的东西。然后一方面我在投射的地方，我会用白色的漆，我会把它上一点，我会涂一些漆，让它有一点就是在绘画上的一些层次这样子。这一系列的装置，它其实在我大学要考研究所的时候，其实就开始摸。我从以前小时候啊，我就对光特别敏感，因为我小时候眼睛就是也有点意外这样子。那我第一次我是在投影机打稿的时候发现了这个因为一个投影机一个类比的发光，而透过一个数位的手机镜头去看，然后会产生摩尔纹这件事情呢，我就觉得还蛮神奇的。它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物理现象，但是它的效果本身是，就是觉得可以到达这样子很多变音的一个状况，所以我的整个装置的整个形成，就是我会有一台DLP 发光的投影机，然后我会投射一个光，然后这个光它可能是会动的，可能不会动，它可能是一个也不会是一个很亮的状况，有可能会有东西遮住啊，或者是它其实是一个手电筒啊，或者是我就是仿一个太阳的光的感觉。其实我觉得光如何被形成，它如何被照在一个对象上面，这个本身就是我比较有兴趣的。而我用手机去拍它，然后手机去拍的这个内容，你就会看到这个光被就是会分析出那个彩虹。而这个彩虹，我手机看到的画面，我会再用另外一台投影机
把它投射在空间里面，可能投射在一个空间里面的一种结构上啊，或是单纯的投在一些物件上面。像我这次是投在这些枯的芭蕉叶上面，然后达成另外一个样子。对。然后这个里面，我觉得对我来说比较有兴趣的第一个，当然是我一开始的动机是可能再现我某种视觉经验。可是剩下的我发现我在操作这些机具，不管是这两个对象，还是去操作这些机具，这些机具本身带给我的一些差异，我觉得他们都好像都直接的表述出，我平常是怎么针对空间，怎么针对光去思考，而这个光本身，它可能因为平常我们谈影像，就是也不会特别去，我们在谈影像本质的时候，我们都跳脱不了影像本身的内容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摩尔纹的这个东西，好像解析出了影像的一种物质性，然后这个我觉得也蛮有趣的。